非有消息，印度航空最近开始着手翻新飞机客舱，其中包括27架空客 A320neo， 也包括13架波音777和27架波音787。印度航空的这些787都是机身短小的787-8，有些航司认为它不赚钱，已经在淘汰了，但是对于印度航空来说，它依然还是宝贝。波音787-8是787系列中最早推出的型号，在设置为宽松布局时仅能载客约230人，还不如240座的高密度空客 A321neo 拉的人多。但它同时又是航程很远的飞机，许多航空公司使用它直飞超过1万公里的航线，这样的话，如果机票卖不上价钱，就很容易亏本。但印度航空的问题是极度缺少飞机，因此不得不继续留用787-8。印度的民航业现在发展迅速，电缆航空前年订购了500架空客，印度航空也分别订购了约240架波音和240架空客。然而订货一时拿不到手，影响开辟多条国际航线，非常的无奈。印度航空前些年亏损严重，2023年莫迪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将印度航空重新出售给了民营的塔塔集团。塔塔集团在大力引进新飞机的同时，现在不得不花钱翻新原来国营时代的飞机客舱，以尊重客人，体现品牌价值，更重要的是也为了机票能卖上价钱。其实早在塔塔集团重新掌控印度航空初期，就有传闻说他准备退役一些效益不佳的飞机，例如6架波音777-200LR 等等。当时也有消息说国营时代的客舱保养不佳，又脏又旧，需要翻新。但现在不知道这6架777-200LR 会不会同时翻新，然后继续使用下去呢？印度航空现在已经引进了一些全新的空客 A350-900 和波音787-9，也在接二连三的接收空客 A320neo 系列客机。现在它拥有193架干线客机，估计3个月之内能够达到200架。这些飞机里有约一半是从国营时代接手的，是主要的翻新对象。它本次翻新工作将逐步展开，预计总计花费在4亿美元左右。波音787-8并非一无是处，全球范围内有些航空公司的787-8使用情况良好，例如日航旗下的拉链航空为787-8配备了290个座位，用来飞美国和东南亚的旅游航线，非常的赚钱。还有全日空旗下的爱捷盼航空给787-8配备335个座位，在日本国内枢纽间运送旅客，据说效益也不错。新加坡库航也用它的787-8飞曼谷、大阪、天津、悉尼、维也纳等航线，生意非常的红火。印度航空从原国企接收的27架787-8大多配置256个座位，似乎没有特定的目标市场，现在还不清楚塔塔集团要把它更改为何种布局，进行何种更新，以及未来定位在哪些航线上。但是花这么多钱搞翻新，估计会弄得很豪华。既然要弄得很豪华，想必他对787-8的盈利能力还是很有信心的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